这门足以毁灭地球的巨型火炮由热气球运载至沙漠执行任务，它每移动一段距离，履带便在沙地上留下深坑。为适应沙漠地形，科学家为它加装了6条机械触手，并部署了大量佛波勒防守。然而，即便是这样坚固的移动堡垒，竟也有人赶来袭击。当巨炮逐渐接近时，埋伏在沙丘后的恐怖分子骤然跃起，防守士兵来不及反应便已丧命。察觉敌袭后，炮体内部立即派出一架轻艇状直升机进行拦截。可它刚刚升空，恐怖分子便发射了火箭弹，紧接着更多敌人展开了全面攻势。男人死死捂住女人的嘴，不让她发出半点声响，只因一条巨蟒正缓缓从他们身上爬过。好在两人纹丝不动，这才侥幸保住性命。可甲板上的壮壮妈却没那么幸运，只见她被几条巨蟒死死缠住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危急关头，强哥出手相救。为了驱赶壮壮妈身上的巨蟒，小美用高压水枪猛冲壮壮妈的身体，强大的冲击力成功击退了所有巨蟒。众人见状不敢耽搁，急忙收拾东西准备跑路。不料一回头却看见了极其恐怖的一幕。瞧见身旁的大叔买了一瓶矿泉水，男人竟径直抢了过来，随即便急不可耐地拧开瓶盖尝了尝。可他刚舔了2口，就发觉味道不对劲，显然这并非他心心念念的那款水。于是他告知大叔这水不够纯正，之后便转身走向货架继续寻觅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2年半后他总算找到了正宗的山泉水，紧接着就把购物车装得满满当当。可就在阿伟兴冲冲地跑去结账时，收银大妈提醒他办理会员能享受大幅优惠，但急着离开的阿伟果断拒绝。谁知收银员非但不死心，反而变本加厉的一个劲推销。阿伟顿时怒火中烧，当场就把手里的购物车掰弯了。收银员见状吓得魂飞魄散，只能赶紧乖乖给他结账。可等阿伟好不容易走出超市大门，不料下一秒又被巡逻的辅警拦了下来。冷面杀手扛着巨型加农炮准备刺杀屋内的2名3岁孩童。当杀手破开钢制大门的瞬间，警报器立即发出刺耳鸣响。2个孩子见势不妙，迅速钻入事先准备好的逃生舱。眼看杀手已经闯入屋内，他们立即启动电梯躲进地底的安全屋。还有一只从小一起长大的忠犬旺财。虽然地下暂时安全，但敏锐的杀手很快发现了壁炉后的逃生通道。一名杀手刚想进入查探，却被隐藏的机关瞬间弹飞。杀手见状怒火中烧，抄起加农炮将逃生舱炸得粉碎。意识到安全屋不再安全，兄妹3人急忙坐上逃生椅，在杀手冲进来的前1秒急速下沉，成功逃离现场。懵逼的杀手正想朝地景开炮，突然感到地动山摇，下一秒一艘飞船破土而出，以光速冲向外太空消失不见。2名孩童就这样成功逃脱了追杀。男子一个纵身飞跃，瞬间跨越10万8千里，直追天际的波音747。可惜距离飞机仅剩0.1纳米，他精准锁定前方高楼的避雷针，开启极速模式冲上楼顶。接着他紧紧抓住避雷针，开始高速旋转。在完成9981圈托马斯回旋后，借助强大的弹射力，精准地抓住了飞机的前轮。而他的使命是拯救这架濒临坠毁的客机。男子迅速攀爬至起落架，让绝望的机长重新燃起希望。下一秒，他徒手顶起1000斤重的液压装置，并向驾驶舱比出大拇指。机长见状，立即配合放下其他起落架，按照原定航线驶向跑道。在飞机着陆的瞬间，男子再次托举起落架，确保平稳着地。当客机安全停稳，在全机乘客的欢呼声中，他潇洒地转身离去。老人的盲杖不慎滑落，男子弯腰拾起后，见对方行动不便，便好心地走过去把盲杖递还。当指尖相触时，老人突然神色紧张，仔细抚摸男子手骨后喃喃低语：“你唔怕我衝撞你一句啊嘛？你講啊！你今年金木相克，犯咗忌諱，恐怕大難難逃嘅。”听到这些话，男子并未惊讶，只是平静询问化解之法。老人凝重告知，除非有天大喜事冲煞，否则难逃此劫。说着说着，老人的脸色变得沉重起来，因为随着掌纹解读深入，他从手相看出此人将终身无子嗣，恐难避灾厄。一旁的女友听不下去，拉着男子欲离开。老人最后叮嘱：好自为之，早做安排。男人抬头看见一头熊大，吓得他猛打方向盘躲避，不料车子却因此失控，径直撞向路边的车辆。他吓得赶紧下车查看，只见一个下半身赤裸的女人当场身亡。正当他懵逼时，女人的丈夫恰好回来。男人见状吓得赶紧跑路，不料懵逼的强哥瞬间懵逼，明明他什么都没干，却眨眼间背上2条人命。他强作镇定地环顾四周，发现这里既没有监控也没有行人，于是他决定肇事逃逸，接着立马叫来妻子清理现场。就在他清理指纹时，他们意外发现车上竟放着价值10亿的塑料包。妻子猜测车主是富豪，当即打开后备箱一探究竟，不料里面的东西却让他彻底惊呆。宫女冯苑正躺在石板上欣赏自己的双足，不料被闲逛的太子撞见，太子挥手平退随从，
饶有兴致地走到他的脚边。冯院吓得急忙起身，藏起脚丫，跪地行礼。有着恋足癖的太子由衷赞叹：“你的10个脚趾像雪白的莲子，脚心呢，白若豆腐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脚，看得我都有点头晕了。”这般直白的夸赞让冯院面红耳赤，没想到太子竟对自己的玉足如此痴迷，未飞上枝头便凤凰。冯院特制了一双拖鞋，方便展示玉足。很快机会来临，他在太子必经之路假意撒茶，惊慌跪地求饶时故意露出双足。哼，是你呀！本王要好好的惩罚你。男子将盗取的1000亿美金仔细绑在女友身上，这是将巨额赃款转移出境的唯一方法。他特意在腹部位置多加了几捆现金，让女友假扮孕妇，以降低安检人员的警惕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两人一前一后走进机场。假扮孕妇的女友轻松通过第1道安检，但男子就没这么顺利。由于护照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，他刚办理值机就被安保人员拦下。经过严密检查，工作人员未在男子身上发现可疑物品，最终予以放行。很快来到最关键的安检环节，只要通过这道检查，他们就能带着10亿美金在国外逍遥度日。当女友镇定自若地走过金属探测门时，警报突然响起，她急忙取下项链，这才顺利通过检查，生怕工作人员看出破绽。两人加快脚步离开，想到即将到来的奢华生活，他们脸上不禁露出幸福的笑容，最终成功登机飞往国外。男人用迷药将情人弄晕，然后故意将妻子的衣物纤维粘在情人身上，再用美甲在阳台栏杆上留下细微的抓痕，接着将磁铁装进抱枕绑在吊床上，最后把情人放在吊床上，并在他脚下安装好弹射装置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迅速离开现场，远程启动机关，情人瞬间被弹射出去。男人迅速返回现场，拆除弹射装置和吊床，随后他将伪造小美精神病的医学证明放进抽屉，准备将这一切嫁祸给妻子。眼看佛伯乐即将赶到案发现场，强哥赶紧装作刚从外地回家的样子，制造不在场证明。果然佛伯乐按照他设计的圈套，一步步发现了妻子犯罪的证据。正当强哥以为自己的犯罪天衣无缝时，却不小心被妻子发现蛛丝马迹。他这把枪能装几发子弹？6发。小沈阳听后立刻帮劫匪回忆：你杀李细平3枪，公共厕所追我的时候1枪，餐吧打我的时候1枪，刚才打灭周兆新的手电1枪。桑彪一算当场懵了，可还是强装镇定地表示：我杀李细平肯定是2枪。眼看男人磕磕绊绊开始动摇，只有我才是这把枪开每一枪的见证人呐！很遗憾，你这把枪没子弹。为了彻底迷惑劫匪，小沈阳顿时灵机一动：我不跑。老韩，别开枪啊，让他开枪打我啊！没子弹的枪。来，眼看男人这不要命的架势，桑彪心里彻底没了底。来呀！男人正准备张弓射雕，却发现母雕奋力张开翅膀护住幼雏，他顿时有些于心不忍。正当他打算放弃时，同伴一个喷嚏震落了鸟巢。眼看雏鸟即将坠亡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帅急射2箭，竟稳稳接住了鸟巢。就在小帅要继续狩猎时，一个神秘身影正飞速逼近。眼看对方来者不善，小帅赶紧拉弓严阵以待。两人各躲过对方一记杀招，随即在此张弓对峙，却都不敢轻举妄动。刚刚那一箭让他们互相忌惮。此时林间忽然升起白雾，对手见状趁机变换方位，殊不知小帅早已通过枯草摩擦声发现其动向。随后他闭目凝神，仔细听脚步声。当对方挪至某处时，小帅骤然射出一箭。有了！老板不讲武德，竟用吸铁石在转盘上动手脚。可他不知道，这点小把戏在发哥眼里根本不值一提。就在老板试图将指针扭向无的瞬间，指针却失控般猛地转到了10条上。老板当场愣住，还没等他反应，指针又一次稳稳停在了10条，纹丝不动。眼看香喷喷的9转大肠即将到手，两人喜出望外，却瞥见老板眉头紧锁，明显打算赖账。发哥二话不说，掏出一块巨型磁铁。老板下意识摸出自己那块小磁铁，大山顿时明白刚才是老板在出老千，怒火中烧的两人当场将台面上的9转大肠全部端走。不料这一幕引起了佛伯乐的注意，几名队员正要上前抓人，却被发哥抬手拦下。下一秒，他说出一句话，让全场佛伯乐瞬间吓尿。狱警趁众人不注意，悄悄拿起一块干海绵，放在了死囚的头顶。当电闸拉下，上万伏高压电流直击天灵盖，囚犯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其他狱警立即意识到海绵出了问题，但电刑一旦开始就不能中断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。电流肆虐下，囚犯全身剧烈抽搐，皮肉冒出焦糊的白烟，刺鼻的烧焦味弥漫整个刑室，就连始作俑者都忍不住捂住口鼻，不敢直视这骇人场景。队长强硬地扳过他的头，逼他亲眼目睹自己恶行的后果。即使囚犯在极度痛苦中咽气，这名狱警仍矢口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一位愤怒的同事实在看不下去，给了他一记重拳，但由于对方是关系户，此事最终不了了之。然而当他经过一间牢房时，一名死囚突然抱起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。男人刨开自家祖坟，
却察觉骨灰盒下方似乎还埋着什么东西。为了一探究竟，他继续深挖，不料一镐下去，竟真挖出了东西。眼前的一幕瞬间将强哥吓尿。只见亲爹的骨灰盒下竟藏着一口竖着安葬的棺材，更诡异的是，棺材周身还缠满了带刺的铁链，仿佛在封印着什么。可强哥却一意孤行，认为只要不开棺就没事。可就在他们抬出棺材的瞬间，周围的野狼全被吓得四散奔逃。迫于强哥是老板，几人只好将棺材带回家中，随后布下法阵封印。到了深夜，两人还是不放心，不料就在他们前去查看时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。冷面杀手扛着巨型加农炮准备刺杀屋内的2名3岁孩童。当杀手破开钢制大门的瞬间，警报器立即发出刺耳鸣响。2个孩子见势不妙，迅速钻入事先准备好的逃生舱。眼看杀手已经闯入屋内，他们立即启动电梯躲进地底的安全屋。还有一只从小一起长大的忠犬旺财。虽然地下暂时安全，但敏锐的杀手很快发现了壁炉后的逃生通道。一名杀手刚想进入查探，却被隐藏的机关瞬间弹飞。杀手见状怒火中烧，抄起加农炮将逃生舱炸得粉碎。意识到安全屋不再安全，兄妹3人急忙坐上逃生椅，在杀手冲进来的前1秒急速下沉，成功逃离现场。懵逼的杀手正想朝地井开炮，突然感到地动山摇，下1秒一艘飞船破土而出，以光速冲向外太空消失不见。2名孩童就这样成功逃脱了追杀。男人死死捂住女人的嘴，不让她发出半点声响，只因一条巨蟒正缓缓从他们身上爬过。好在2人纹丝不动，这才侥幸保住性命。可甲板上的壮壮妈却没那么幸运，只见她被几条巨蟒死死缠住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危急关头，强哥出手相救。为了驱赶壮壮妈身上的巨蟒，小美用高压水枪猛冲壮壮妈的身体，强大的冲击力成功击退了所有巨蟒。众人见状不敢耽搁，急忙收拾东西准备跑路。不料一回头，却看见了极其恐怖的一幕。男人酷吃给2人装上鸡翅，还没等小帅反应过来，亲爹竟一把将他推下万米悬崖。眼看儿子迟迟没有展翅， Those things work, right? 急速下坠，几乎要摔成碎末时，好在鸡翅猛然张开，2人刚松一口气，还来不及庆祝，猪头怪竟已紧追而至。强哥毫不犹豫纵身跃下，原以为空中就能安全，谁知猪头怪乘着巨型水母以超光速逼近，接连发射炽烈火球。几人惊险闪避，勉强躲过攻击，但猪头怪的攻势越来越猛，再这样下去绝无生机。强哥急中生智，瞬间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。明明是在吃自助餐，但男子却盛了满满一盘米饭。同伴笑他不懂规矩，这样根本吃不回本。他却只是憨厚地笑着说：“只有米饭最管饱，能填肚子。”另一位同伴的餐盘里堆满肉时，朋友坏笑地告诉他，远处有美味的超级大龙虾。男子兴高采烈地端来巨型龙虾，热情邀请大家分享。朋友们却纷纷以海鲜过敏来推辞。当他满心欢喜地回到座位，准备大快朵颐时，却发现同伴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。这时餐厅经理也发现了问题，急忙赶来阻止，解释说这只龙虾是非卖品，装饰不能吃。在同伴们的窃笑中，龙虾被工作人员收走。监狱长愤怒地将书本砸向墙壁，不料竟砸出一个窟窿。察觉异常的佛伯勒立即上前查看，发现墙壁表面只是用泥巴糊住的报纸，后面露出深不见底的黑洞。佛伯勒这才明白失踪的囚犯是从此处逃脱的。得知真相的局长急忙举着手电钻入洞中，但不到3秒钟就发现前方根本没有挖通。强哥顿时意识到所有人都被囚犯骗了。考虑到囚犯已经消失10分钟，强哥急忙退出洞口寻找其他逃生路径。不料下1秒，他被囚犯故意挖成弯曲状的隧道拖回洞中，幸好他的游泳圈卡在隧道口，才避免撞得头破血流。当强哥艰难地从狗洞爬出时，囚犯却早已逃出升天。随着最后一道防护闸门缓缓闭合，战士们戴着护目镜端坐在安全区，神情肃穆地凝望着举世瞩目的发射塔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在静静等候着历史性奇迹的诞生。在场人员不约而同地驻足远眺，心中默默祈祷着原子弹能够成功引爆。3、2、1，起爆！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，一朵万米高的蘑菇云腾空而起，直冲云霄。眼看第45次核爆实验终于取得成功时，所有人再也按耐不住此刻的心情，人们情不自禁地对着天空欢呼呐喊，只因这是中国对世界发出的一声怒吼，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手中多了一把令敌人畏惧的利剑。男人狠狠一拳砸向小3怀孕的腹部，紧接着又猛猛地踹了一脚，女人痛得蜷缩在地，几乎失去意识。但这远不能平息原配的怒火，他随即命令手下给小3灌进大量滚烫的堕胎药，是要毁掉对方腹中的胎儿。见小3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原配居高临下的说道：“你可以去报警，灌药的是我的律师，打你的是我的警察。如果这孩子能生出来，我就要你俩陪葬。竟敢勾搭我老公！”看着对方痛苦扭曲的表情，他终于感到一丝快意。离开前还不忘再扇一记耳光。经历这番摧残的女人彻底绝望，于是缓缓摸出菜刀，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老刑警在餐馆用餐时，突然闻到一股尸臭味，他下意识地闻了闻手中的蒸饺，发现味道并非来自饺子。环顾四周后，他震惊地发现气味竟源自后桌的年轻女孩。凭借多年办案经验，老王断定这两人有问题，于是他不动声色地等他们用餐完毕，悄悄尾随其后。就在跟着女孩们走进一栋破旧房屋时，一位大妈突然拦住老刑警的去路。此时2名女孩也折返回来，厉声质问为何跟踪他们。见老王无法合理解释，3人直接将他扭送派出所。老王见来到自己的主场，便直接摊牌，随即便带队搜查女孩们的出租屋。可当房门被撬开的瞬间，令人作呕的尸臭就扑面而来。日本鬼子为测试子弹穿透力，强迫数十名中国平民排成一列，用手枪射击导致3人当场身亡。回去。随后更换步枪，随着长官一声令下，又是5名无辜者丧命。这种非人道的武器测试仍在继续。当鬼子抬出重型机枪时，这头鬼子似乎还残留着一丝良知，经过数秒的心理挣扎，仍无法下手。鬼子军官见状朝其身旁开枪威逼，最终该士兵被迫扣动扳机。弹药用尽后，场上几乎无人幸存，仅余1名中国平民孤立站立。然而这般暴行仅是侵略者罪恶的冰山一角，后续还有更多惨绝人寰的所谓实验。男人抓起香蕉猛吃过去，被女子轻松抬脚挡开，他又怒气冲冲地抱起西瓜砸向杰哥。只见杰哥纵身跃起，凌空劈开西瓜分给众人品尝。趁男子吃瓜时，杰哥即兴跳起舞蹈助兴。男子见状抡起整筐苹果砸去，杰哥灵活闪躲的同时，还接住砸向女友的苹果啃了起来。暴怒的男子使出杀手锏，将榴莲蓄力掷向2人。杰哥见状急忙闪避，但女友却被击中屁股，他急忙上前查看。此时男子已逼近眼前，杰哥迅速抽出背后砍刀，然后一套剑法逼退对方。不料用力过猛，刀身就与刀柄分离飞出，险些给女友的腿部来个时尚改造。状元郎在人群中扫视，与男孩短暂对视后，对方竟突然倒地不起，仿佛失去了生机。见状，状元郎愈发亢奋，整理衣冠后从容前往朝堂。面对满朝文武，他未行君臣之礼，反而直言要取而代之。你不配坐这个位置，皇帝的位置应该由我来坐。此言令群臣哗然，按律当属大逆不道。皇帝震怒，下令将其问斩。不料状元郎毫无惧色，仰天大笑，兼施展法术制住皇帝，挥手将其抛向盘龙柱的利爪。武将欲上前护驾，却在强大的威压下不敢动弹。最终，状元郎坐上龙椅，是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群臣见大势已去，纷纷跪地称臣。小美不理解为什么男人喜欢脚，于是她抠了抠自己的脚，闻了一下，感觉十分上头。这味道晕得她起身的时候不小心踢到了桌土，这疼得她大叫了一声。不料这却惊动了楼下的小帅，他觉得女人每天都太吵了。正在他吐槽的时候，楼上的衣服竟然飘到了他的头上。这下男人忍无可忍，当场就来到楼上想要理论一番。见到小美开门，小帅立刻举起那个红色的衣服，这下的小美以为他是什么变态，可男人却直接说这是从小美这里飘下来的。小美连忙矢口否认，为了自证清白，他竟拿出了自己的衣服比较了下尺寸，看女人的脚受伤了，于是他当场决定帮助女人包扎一下脚。战士用假肢佯装挖战壕，以此引诱美军狙击手开枪暴露位置。看到这一幕的美军果然中计，当即命令手下扣动扳机，殊不知战士等的就是这一刻。眼见死了3名精英狙击手，美军长官瞬间暴怒，下令士兵疯狂射击，浑然不觉已踏入强哥设下的陷阱。等美军冲进布满哑弹的战壕，强哥猛然扣动扳机。美军长官见状瞬间懵逼，不料此时强哥突然卸下武器，高举双手走向他们。正当美军困惑时，强哥接下来的举动却将他们吓得魂飞魄散。他停成这样，我们怎么过去啊？大哥，这儿不能停车。为什么不能停啊？我天天停着。不是你这么停，我过不去的。过不去那是你技术不行，白瞎这么好的车。面对这种乱停车还蛮横不讲理的老赖，没想到男人却丝毫不恼，反而淡定地问朋友要不要吃包子。小美被他这波操作弄得一脸懵逼，强哥接着又问他要什么馅的包子。你是认真的吗？见他不像开玩笑的样子，小美只好回答纯肉的。等强哥买完包子回来，路上早已被堵得水泄不通，众人纷纷指责起强哥。不料强哥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事态瞬间发生逆转。女人随手丢出的沐浴球，转眼竟出现在男人的洗菜篮里。紧接着强哥快要蒸好的馒头，竟离奇变成了小美的内衣。摸不着头脑的男人想洗个头清醒一下，谁知女人挤出的洗面奶竟跑到他头上。自认倒霉的2人打算先休息，却不知怪事才刚刚开始。小美瞬间慌了，怀疑家里进了变态，对着强哥就是一顿捶打。没想到随即就看到了更诡异的情景。哎，叔，你看电视啥？哎呀，走去看看啊。
两人走近才发现，废楼旁那些诡异的白色物件，竟是做工精致的假人模特。见四周荒无人烟，他们当即决定把这些无主之物搬走卖钱。当男人进入危楼搜寻更多战利品时，手指突然摸到个触感格外逼真的假人模特，瞬间将他吓了一跳。可好奇心终究压过了恐惧，他缓缓拿开模特身上的假肢。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当场吓得尿不湿都湿了，那根本不是假人，而是一具被伪装成模特的尸体。男人慌忙报了警，小帅几人很快赶到，让法医现场检查。通过询问，他们得知这些模特是几天前被运到这儿的。随后众人将尸体运回了警局。女人给鸭子灌下大量红酒，随后纵身跃入水中。醉酒的鸭子奋力向前游动，径直将女子带至一尊巨大的海底佛像前。小美立刻会意，敏捷地钻入佛像的鼻孔，启动了隐藏的机关。刹那间，佛像内部的海水以惊人的速度退去，随着一道金属门开启，小美顺利进入了水下古墓群。她熟练地点燃一个石槽，通道两侧瞬间燃起幽蓝的火焰。借助火光的指引，小美找到了由那家神像守护的骨灰盒。为获取其中珍贵的陪葬品，她取下祖传玉佩插入锁孔，不料骨灰盒瞬间凝结成冰，寒冰以急速向她蔓延。小美急忙后空翻躲闪，险险避过致命危机。然而当她稳住身形时，却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。